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韵晨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呢，连无核三原则都要被改变了吗？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日本是否会修改无核三原则？被问到这个问题，小泉进次郎怎么回？他说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个可就很严重了。不过事后呢，记者又继续追问，就问他说：“你是否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且不对其进行修改？”小泉进次郎说啊，正如高市首相所说的，日本政府将坚持无核三原则。好险他说要坚持了，不然呢事情真的就大条了。不过呢，现在在野党还是对于这个高市政府相当不满意，要求要撤换做出永和发言的首相官邸人士。好像是呢这个日本负责主张保障政策的首相官邸人士，做出了拥有核武器的发言。当被问起这个该发言者的去留的时候啊，日本的官房长官呢木原稔他竟然是回避作答的。而对此呢，这个立宪民主党的党首，也就是野田佳彦，他就说了，这样的人在首相身边并不是一件好事，应该要赶快让他辞职啊，不然就会一直影响首相的发言，影响整个国家。而另外呢，这个小泽一郎批评首相高市他的判断力很差，因为这个自民党高层竟然要在这个时候去访问台湾。好，这个邱生田将在21日到23日访问台湾，尤其是现在这个中日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啊，他认为这根本就是火上浇油啊！到底高市在想什么啊？难道想要让事态去进一步恶化吗？高市总理的判断力真的没问题吗？好，对此呢，这个大陆的发言人也就是生气了嘛。他说呢，日方你必须要去深刻反省历史罪责，那要恪守国际法，还有自身的宪法，停止为扩军呢，还有这个强武来寻找借口，停止在永和问题上面试探国际正义的底线红线。但是啊，日本现在呢还是处处的在挑衅中国吗？尤其在军事部署的方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在19日的时候呢，访问了美国横须贺基地，并且视察了一艘海狼级的核子潜舰。小泉强调啊，计划部署的移动式警戒管制雷达是用来侦测接近日本的飞机还有飞弹的装备。另外呢，这个日本的第5艘弹路级扫雷舰呢，也确定要在2026年交付了哦。这个第5艘的弹路级扫雷舰呢，命名为庆良间号。那下水仪式呢已经进行了，预计啊要在2026年开始服役，强化日本对水雷威胁的应对能力。而现在中方也一直披露说，你这挑衅的好像就是你日本呐，因为央视公布了辽宁号呢，它的编队远海训练的时候，影片的片段竟然发现日本的自卫队飞机多次的抵近中国海军训练海空域来滋扰。好，报道称呢，辽宁航母编队呢在宫古海峡以东的海域来进行战斗机飞行训练期间呢，日本的自卫队飞机多次的恶意抵近滋扰，闯进中方画设公布的演训区，甚至这个最近的距离不到50公里耶！难怪你这个双方的冲突这么多，还要怪人家去雷达照射警告你吗？现在真的是各自说各自的话哈。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现在美国呢也宣布对台很多项的军购了嘛。美国政府宣布111亿54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增购82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部分，另外呢还包括了420枚的陆军战术飞弹。好，这个M57陆军战射飞弹呢，它的射程是300公里耶。好，最大的射程呢甚至接近500公里，这完全就是加大了对共军沿海据点的一个打击能力。而华尔街日报也说呢，这笔这个军售案的总额超过了100
$111亿。这个目的呢，就是在于提升台湾在遭遇到中国攻击的时候呢，能够拖延并且消耗对方行动的能力。而现在这个对台军购案宣布了之后呢，纽时也说了，这个让华府的对中鹰派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之前很担心川普呢会为了跟中国大陆达成贸易还有经济协议，而使美国捍卫台湾的承诺有所动摇。好险现在呢还是愿意持续的进行军购。而对此，胡锡进也就是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评论员就说了，即便台湾增加了对美国的军购武器，也没有办法在台海战争中抵挡解放军的攻势。一旦大陆发动这个统一战役的话，将会是摧枯拉朽的速战速决。还说解放军不可能像你这个俄军一样我会马上把你给解决的。好，所以看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军会来吗？也难怪这个日本的在野党会批高是不要在火上加油了。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这个政治评论员谢寒冰冰哥。这个高市早苗现在好像在非核三原则上面一直想要去挑战，尽管他小泉进次郎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去挑战这个东西，可是他们私底下已经为这件事情开了好几次会。如果你没有想要去改变这3个原则的话，你去开会干嘛？你就动都不要动就好了，你就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吗？那你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表示你确实想要做出更改，只是你现在不确定日本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什么地方，反弹到底有多大，所以你还在试探当中嘛，还在看风向。所以我觉得高市他过去还没有当首相之前就是这样主张的，所以他未来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他还是会尝试向这个方向走，只是看是用什么迂回的方式吧。所以这当然会引起周边的邻国，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韩国的高度警觉。因为如果日本这个2战战败国突然之间拥有了核武，这个对其他的国家当然是重大威胁。所以我觉得日本自己要去思考看看，你真的要往这条路上走吗？那你这样不会引起国际间的激烈反应吗？那至于这个，他又要派这个自民党的重要人物来台湾，那当然，我觉得高市如果认为大陆方面对这件事情会没有任何反应，不会被激怒，那我觉得他就未免太小看中国大陆。所以他这样做，在我看来，表面上他好像对中国大陆开始放软，开始没有那么尖锐的对抗，可是实际上他的很多动作还是在不断的跟中国大陆对抗，至少会让中国大陆觉得你在跟我对抗。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中日之间要缓解下来恐怕没那么容易。那更不要说他们现在积极的在这个冲绳诸岛里头建雷达站啊，建防空阵地啊，然后架设飞弹啊，这些当然都会对中国大陆造成影响。那中国大陆也会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所以我个人认为，大概高市早苗只要还在首相任那一天，中日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会缓解。我觉得大概就会冲突会越来越剧烈，那甚至彼此之间的对立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态势就是这个样子。那导致美国这次一下子宣布了这个111亿的对台湾的军售，而且说后面还有好几波。那我们到底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警惕？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要卖我们东西不错表示美国还是支持我们的可是我比如说随便讲比如说他给我们这个海马4，对 M57确实有300公里的射程，有机会打到对岸去。可是问题是你打得到北京吗？你打不到北京，你打到的是福建。你打到福建，那请问一下，我们有办法这个全面击垮解放军吗？好像也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你总共也只不过给了我们420枚，420枚能够做出多大的事情？那对岸的火箭弹可能4200枚都不止。那这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保障？然后再来，他什么时候会交货？不知道，因为之前200亿的产品到现在都还没交货。那他现在卖你111亿，未来可能还要再卖你。那请问一下，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没有人晓得。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嘛，也就是你每一次都说要卖我东西，也讲得很高兴，可是真的要卖我的时候，然后呢，什么时候会来不晓得。你现在不是说2027迫在眉睫吗？那你2027前这些东西能不能到货？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看，他卖的我们是这个海马4这个火箭
弹，然后呢卖我们这个托式飞弹。其实大家仔细去看，大部分都是跟巷战、跟这个城镇战有关的东西。那美军的战略意图还不够明显吗？他现在就是那一些战略性的武器我都不会卖给你，我现在就是给你这些城镇战的东西，目标就是要让台湾打城镇战，因为他们认为台湾的海空军24小时之内就会被歼灭，那这就是台湾的下场。所以就算这个中共打过来的话，美军会不会来支援我们？可能不会，所以就给你一些武器让你自己撑着吗？我们来请教舰长。如果说我们看这一次军售的3490亿的这些装备，其实比较有亮点的，以前没有的，也就是有关于台湾战术网络的这一个应用套件。那还有第二项，也就是大家引颈期望的 M109A7 帕拉丁自走炮，还有第三项反装甲的无人机，其他的那通通都是零附件。例如说 AH-1W 的一个直升机的料配件，例如说托式飞弹的一个续购，其中有一个最奇妙的，叫做鱼叉飞弹的可修件检修。鱼叉飞弹来了吗？还没吧。结果你先卖可修件，不错，先做好补给啊。那其他的我们来看看啊，现在美国卖台湾的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项呢，是不是我们看到了一直没有办法交机的？现在在试飞，大家好棒啊！只有一架在试飞的 F-16，然后还有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海马式，那还有 M1A2T。这一些装备为什么会整合在这张图里面？这张图的真正的原始的面貌是什么？它叫做俄罗斯干扰导致的美国的一些高科技武器在乌克兰失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久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没有听到这些装备了，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这些装备通通被俄罗斯干扰的非常严重。你说那是俄罗斯啊，不是解放军啊。解放军在之前一共派了600名官兵到俄罗斯去针对这个乌克兰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未来的战术以及战绩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甚至战局要做什么改变，他都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的部分。那我想请问啊，那我们现在买这些装备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至于讲到非核3原则的部分啊，那个不怨天不由人，那就是川普自己所造成的。为什么？当你川普呢，你分享了这一个制造核潜舰的技术，你自己已经进行了不扩散的违反了不扩散的相关规定的时候，那对不起，对于日本来讲，日本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日本虽然现在跟韩国人前手牵手啊，但是呢，他们100年的这些历史恩怨是没有办法化解的。那韩国有了。日本根据它的安全困境，他也说我也要有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阻止的部分了。那我们回头看啊，之前这个真正反映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任内，把当初的尹锡悦以及岸田文雄搞了一个大卫营的一个宣言之后，其实他们最重要的也就是建构了延伸威慑。现在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要核武？因为他们确定这个延伸规则，威慑是没有用的。无核3原则会不会改变呢？我们来请教杨教授。高市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这是一个叫做右翼冲撞，他在冲撞日本的安保政策，他在冲撞中国大陆处理台湾问题，他在冲撞整个东亚的军事权力结构。因为日本一直自认为自己是大国，虽然它实际上是个中等国家，而且是个不正常的中等国家，但是呢，右翼保守的人一直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在东亚甚至全球的安全议题上也能够有话语权。所以高市就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讲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其实现在我们看出来了，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会派兵，而是台湾有事，日本拥核。
它真正的目的其实要去谈到一个存亡危机事态，然后呢，要去改变非核三原则。这个在前面2-3年，美日韩都已经谈到了。尹锡悦的时候，希望东北亚有一个像是 AUKUS 一样，也就是拥有核潜舰。那美国也希望啊，希望日本、韩国拥有核潜舰，在这边牵制解放军的远洋发展。可是日本就碰到了一个非核三原则：不生产、不拥有、不引进。所以我们看的表面上，现在好像在自民党里面开这个安全保障会议当中谈到要修改不引进，但是实际上是要准备真正的拥核，因为这个才是最终的自保武器。好，核武吓阻，你才拥有自保最终极自保的能力。因此，这一次你看这个在官邸的防卫省的官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官员哦，联络首相跟防卫省之间，然后呢，他匿名的跟产经新闻讲这个话，这就是视风向，这就是一个态度的表现。而事后官房长官个人意见不处分就很清楚了，这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那如何日本拥核呢？平日的时候，和平时期它不可能，因为这个会犯大忌，美国也不会允许它，中国、朝鲜、俄罗斯也不会允许。但是什么时候？当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它要拥有很快的时间，能够发展核武、做到核武、核弹头的原料、技术能力。它现在已经有47万吨的布，这是一般我们用在民间发电、核能发电，但是它那个1年才需要3万吨呢。你拥有47万吨的布，这个已经引起中日之间的一个检讨。所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它不是要军事来帮助台湾啦，它是要有一个存亡危机事态，在日本内部能够立即的启动制造核弹头。但是你要问哦，那载具怎么办？那就要在平时的时候发展出中程导弹飞弹，1000公里到3000公里，因为它一直就是把解放军的发展中国视为它最大的安全威胁。各位，你看它的预算倍增哦，是从2022年到27年，高市把它提早1年。对不起，北韩发展这个核试爆是06年到17年，它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去增加预算呢？不觉得最终会对日本产生冲击。可是呢，这10年来解放军的发展，日本感受到了，所以几乎没有任何意见的，没有任何反对的，就从2022年在这5年之内，现在是4年，预算倍增，所以这都是针对中国的可能的军事威胁做准备。因此，未来会不会真的出现台湾有事，日本拥核，这就是我觉得很可能会发展的方向。这也难怪为什么中国会对这件事情反应这么大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现在全球的科技战势不可挡，而我们来看到上个月呢，川普签署的创世纪任务呢，现在有24个大咖响应了哈，未来将会聚焦在 AI 研究啊，还有强化能源及安全实力。这些机构24个机构都已经跟川普的政府来签署了备忘录，在能源部或是国家实验室存在的既有合作计划，或是表达了加入计划的意愿，包含了什么机器人啊、核能、量子运算等等的 AI。应用。而至于呢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也说呢，现在呢硬体已经不能发挥 AI 潜力了，他们必须要从头开发，打造主动的硬体，并透露呢该公司的规划中的装置不是单一产品。确实啊，现在 OpenAI 是没有什么硬体的设备的，它主要都是这个 AI 嘛，软体嘛。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美国智库爆出辉达的晶片性能还是领先华为的，这个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报告说呢，
美中晶片的效能差距庞大，而且是持续扩大。目前美国最先进的 AI 晶片性能大约是华为最强产品的5倍，到2027年，两者的差距呢将会扩大至17倍。不过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一直想要在这一块去追赶这个美国嘛，甚至传出呢，在晶片的部分呢，要提升呢这个艾斯摩尔 DUV 的旧型设备的效率，包括呢这个 DUV 设备呢，还有加上刺激市场升级以及多重图案化，在实施推进先进制程的能力，以削弱出口管制的杀伤力。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出口的管制，所以他们只能买到这个旧型的设备啦。不过呢，在 EUV 上面呢，他们也有自己的想要重大的突破讯号出现了吗？好，中国 EUV 研发呢出现了突破性讯号 ，EUV 不再只是中国追不上的技术，而可能成为改写科技战结局的一个临界点吗？好，另外来看到在机器人的部分呢，中国当然也是很厉害了呢。不过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有趣的画面，这个是 NBA 球星跟机器人的互动。NBA 球星啊，鄂文他跟一台 AI 机器人进行单挑啊，只见机器人他煞有其事的，结果没有想到鄂文直接把机器人给推倒了，结果这个机器人呢，他就倒地不起了，哈，真的是很有趣。好，除了这个 NBA 球星之外呢，我们的歌手王力宏呢，也成为史上第一个人跟机器人去互动的画面曝光了啊。这个呢是王力宏他在巡演的时候也结合了 AI 科技啊，打造跟机器人共舞的一个片段。360度环景萤幕的加持之下，科技感与舞台张力完美的融合，展现了 AI 的完美应用场景。而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不是只有可爱啊，还有在舞台表演而已，还有这个画面也是有一点惊恐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这个呢是专家解读它的诡异的爬行影片呢，千万不要吓到哈！看起来很温和的人形机器人，下一秒竟然是变成了大法师在恶魔上面，宛如这个恶魔般的在爬行啦，展示了机器人的灵活度。但是大众能不能够接受，恐怕是一个大挑战啦。好，另外来看到呢，这个优必选的人形机器人呢，预计今年呢会交付500至1000台哦。2025年的全年订单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3亿元，而且公司还计划要持续的来产能爬坡，逐页的将月产能提升至800到1000台啊，以确保实现2026年总产量达到1万台的战略目标。甚至呢，全球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也已经采购了他们的工业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线上去部署和侦错，说明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呢，已经在高端制造业的实用程度了。好，除了机器人之外呢，太空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吗？现在呢，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啊，要强化太空的防御力。川普发布了一份太空政策的行政命令，除了定出了美国送太空人重返月球的时程目标，也强调啊，美国有必要要强化其太空防御能力，要求五角大厦和情报机关呢去制定太空安全战略，建立这个太空防御网，防范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而现在啊，美国太空军也执行了发射任务，由太空新创公司火箭实验室火箭将4枚这个蝶形卫星送入低地轨道，以验证新型卫星的部署流程，并进一步的提升制造装备与发射作业的效能，大幅拓展这个太空的投射能量。而另外呢，现在这个太空呢有点太拥挤了吗？我们来看到 SpaceX 星链的工程副总裁他称啊，说中国呢近期发射了一批卫星啊，竟然有一颗与星链卫星出现了200米近距离接触的情况，称此次的发射为与在轨道型的卫星进行协调，或者是这个冲突规避。而每日经济新闻也说了，说星链曾经多次都出现这样的碰撞危机，中国太空站还因此实施了预防性碰撞规避控制，紧急的回避。好，不过现在啊，未来的科技战场啊，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半导体 AI 了吗？连这个太空上面也是吗？我们来请教彬哥。这个 AI 当然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啊，世界各国都为了这个 AI 做准备，那当然中国、美国都不例外。那可是美国当然目前还是呈现领先的态势，但这个领先态势能够持续多久，其实每一方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像有的人就认为美国会持续拉大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差距，但有另外一派认为说，美国现在的优势其实已经越来越小，甚至在几年之内就会被中国大陆跨越，甚至超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各方看法不同而已。那导致他们说未来会这个辉达的晶片会领先大幅拉开跟华为之间的差距，这跟我看到的一些看法是不大一样。很多人是认为说，华为现在其实已经慢慢拉近它跟辉达晶片之间的距离。所以你看，最近这一次，辉达说这个 H200要卖给他们，结果现在看起来没有想象中的热烈，很多厂商到最后还是没有选择。那所以我觉得，那表示中国自认为他们自己生产的晶片是足以负担他们目前的需求的，不见得一定要跟你买你的 H200。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对美国也是一个警讯。当然 H200也不是美国最先进的晶片就是了，那只是现在中国大陆他们采取的就是弯道超车的方式，就是美国就是一心就是比如说2奈米、1奈米，我就越来越这样更微小、更简化、更精化。那中国大陆采取的是用堆叠的方式，它用多个串起来的方式，然后用这种方式提高它的效能。那这个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就要看中国大陆自己发展的如何。可是目前看起来，他们好像有获得一定的成果。那甚至最近也传出来说，早在今年2月的时候，他们的 UAV 就已经在开始就在做测试了。那当然距离商转还有一段路，可是如果这一关被他们突破的话，那就不得了，美国到未来大概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限制他们了。那导致在 AI 机器人方面，我刚刚看到那个 NBA 球星把它推倒，如果是大陆的机器人，应该是会再弹起来的我记得大陆那边有的机器人好像是有这种功能的。那导致那个像大法师一样那个爬行的，其实我必须讲，那个以后演恐怖片就不用效果了，直接让它来就好。那可是我必须说，其实4足行走才是比较符合这个大自然的法则。像我们人类这样2足行走，其实大家没注意到吗？人类是所有生物里头最容易有脊椎毛病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对抗地心引力。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行走方式啊。所以其实机器人，很多人都认为说机器人应该要把它做得像人，其实不是。如果要真有效率的话，它应该不要像人，其实会比较有效率。那当然就要看我们要赋予它什么样的一个任务了。那导致未来在太空，当然中美现在也都是在抢。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过去删减预算删的太多，现在美国自己已经重型火箭已经很少，甚至只有依赖 SpaceX。那美国现在要重新复兴这一块，那复兴得起来吗？要花多久的时间？就看美国要投注多少资源。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杨永明教授。AI 的发展大概差不多是从2017年、18年，就是 NVIDIA 的这个晶片开始，到现在它进行的3阶段，大概也分为3层面，整个 AI 产业3个阶段，就是从 AI 晶片到大模型到应用。那大概也就是分为这3个层面，也就是上层是晶片，然后呢算法，然后呢到中间是所谓的大模型、AI 代理等等之类。那到第3层呢，也就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的相关的应用，甚至机器人、无人驾驶等等之类。那现在大概他们估计今年呢，整个 AI 的产值全世界3500亿美元。光中国大陆就大概占1/3，1000到1200亿美元。不过这个以整个规模而言才是刚开始，所以现在大家都担心说，是不是在美国投注这么多在 AI 的硬体、能源以及大模型上面的这种大的投资你看到好多人这个薪资都好高啊，那是不是能够在商业上能够取得一定的就是效益回来？要多久？因此，大家的质疑是不是所谓的 AI 泡沫化？目前的了解，这个跟2000年初的时候，所谓的 .com 的泡沫化毕竟不一样，因为整个规模投注以及未来的发展的应用其实大概都已经看到有相当多的就是说这个预期性可获利性。因此，大概明年所谓的 AI 泡沫化还只是一个说法。可是大家不知道，中国跟美国的比较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这边一切的成本都比较低它整个聚落的这个效应，所以它在基础建设、它在电力、它在大模型、它在人才不只是占50以上，这黄仁勋讲的，人才的这个薪资也相对比美国要低所以呢，
它整个后来的运用的广度，你看像是这些无人车、机器人，那个 UB 选就是 UB， 就是 Tech， 也就是深圳的一家公司嘛，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的一些工厂，所以工厂的 AI 化、机器人化现在变成一定的方向。我觉得未来中美之间的 AI 争霸，中国在成本、在技术、在人才、在市场，应该都会领先的。甚至目前的这个落地应用就已经是领先了。我们来请教吕舰长。川普说啊，这个美国要重返月球，这的确是个宏愿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太空人重返地球都有问题。大家忘记了吗？2024年的6月的时候，他们把2位太空人，也就是威尔默跟威廉斯2位送上国际太空站，然后原来呢，只要做8天的一个试验性的任务，结果待了多久？待了9个月啊！所以连人都接不回来，最后是马斯克他的 SpaceX 把他接回来的。这个也就是啊，当我们在看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这个就是威尔默、威廉斯。那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啊，到底是大外宣还是玩真的啊？那实际上来讲，中国非常低调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就是上个月啊，那个神舟20号它的一个舷窗啊，因为太空垃圾的撞击，然后发生了裂纹。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那如果换在美国，大概他的太空人或者就是大陆称的宇航员又要再待9个月。可是中国大陆并没有，中国大陆很快的哦，也就是他在11月5号本来要回来的，就是乘刚刚有裂纹的那个神舟20号，但是呢，很快的他就在11月14号搭乘神舟21号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因为中国大陆的要求是规定啊，你在太空人在那个空间站的时候，也就是在天宫空间站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运载火箭是准备好的，你必须要有这一个那个神舟飞船是准备好的，所以他们很快的11月25号立刻又把这个神舟22号给发射上去，也就是现在在太空站上面的这一些太空人啊，实际上可以很快的回返。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大家都说那个好像美国遥遥领先，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除了刚刚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当我们在2019年的珠海航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它是可以帮其他卫星加油的卫星啊。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华敏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聂建中老师随时加入我们啊，在日中的各种的冲突跟紧张关系当中呢，最新一个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是，来自于内部居然有一些疑虑，要不要有核能的部署计划？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新回应的是说，在针对于大东岛这里部署雷达啦，还有几个弹药啊、移动式的警戒啦，它的被中方认为你是不是又在挑衅部署对着我们其他邻近的国家而来探视我们的军情等等的？他的回应是说，哎呀，我们计划部署这些雷达是用来侦测接近日本的飞机啊、飞弹啊，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任何的威胁。但大陆方面已经严正的谴责跟抗议。但另外一件，日本想要再次伟大嘛，想要过去有无核三原则，就是不可以有核能，甚至你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研发跟部署等等3个不可以有的核能事项，是2战的战败国被要求的条件之一。但现在呢，当媒体问他说，你们有一个官邸高官的干部回应记者跟大家说，其实日本应该要有核能，要有核武，重新要针对核武来进行规划吗？他的回应是，没有说日本政府不会修改无核三原则，也就是说没有要修改，也可能会修改嘛。所以记者怎么追问，他都不回应啊。最后只讲说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哇，所以这对这个
美国来讲会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吗？这可是要美国同意跟审核的呀。日本官房长官也特别回应了，是不是有一个官邸人士对媒体居然公开的讲，日本应该拥有核武？他就说，哎呀，不对个案的个别的报道评论啊，那也没有什么惩处去留的问题啦。到底日本真心的想要做拥有核武这件事情吗？美方的回应是什么？美国国务院回应藏着玄机，大家都是这样分析的，因为他是说日本在核不扩散以及核军备控制领域呢是全球的领袖，而且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这个是你跟我美国讲好的条件哈。你要提醒你不要轻易的所谓的传统的反核立场，提醒你不要触犯底线跟红线吗？当然，中日最近的这种各种的冲突一直出现很尴尬的场景，例如当日方的指控，结果马上被公布声音画面打脸啊等等，而这一次呢是有辽宁舰编队远海的训练，在公开的公布了演训区，同时呢也在告诉对方的这个各种通话里面确认我们这个区域在进行演练的情况之下，结果日方的军机大概最近距离不到50公里的情况下，编队的飞向了这个055型万吨大驱南山号的周边的航空领域。那么因此这12架的 F2 的西导弹的模拟攻辽宁舰等等的各种的部署跟规划呢，就引起了很多的紧张。那当然很多的分析会认为说，这既然不是隐形的，那你又没有实质的攻击的能力的话，就好像在漆黑的操场上被探照灯追着跑，随时会被锁定，反而更危险吗？上门挨打吗？那当然，这个军力的不对等，现在日方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呢，光是亚音速飞行无疑是慢悠悠的活靶子。待会儿将军可以帮我们来分析这样的一个日方的在演习的时候，已经知道讯息，又刻意的到人家的演训区去飞航，目的是什么？要挑衅吗？真的要冲突吗？可是官方的立场却好像不是如此哦，因为一系列从官方对外的谈话里头，似乎有想要降温的意思，但又没有实质的作为，以至于当 BBC 问高市早苗表示愿意敞开跟中国大陆的对话大门，那么就问一件事情，是被理解为对台湾有事的立场软化，但真的要放弃吗？而这个包括了自己自民党的干事长就准备21号跟23号要访台湾哦。那在日中关系紧张的时候，小泽一郎就批评说，到底这事情已经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刻是要火上浇油吗？高市早苗的判断力真的没问题吗？一方面又在让紧张程度升高，一方面又透过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近藤孝生这个角度跟管道，在呼吁要跟大陆驻日大使见面说希望能够安排日本代表团。我明年也希望1月能够访问北京，想要走经济的路线，不希望经济方面被断的头。那么真的有可能两边获利吗？光是日本现在央行的升息压力全面升高，通膨的数字连续44个月都超标，本来应该是2的这个目标，连续40个月都超过如此。虽然高市早苗民意高，民意支持度好像很高，但是同时在经济上也面临了44年来罕见的纪录跟挑战，所以日银升息1码，到底会不会再调高？总裁植田对后续的决策，包括了这个高市早苗自己也说，他是反对继续货币紧缩政策的。所以日本的央行怎么做，接下来国际上也在观察。但是日债的殖利率已经应声刷下了26年来的新高点。将军怎么看日中的紧张关系？首先我们讲北大东岛不打雷达。这个不管日本怎么辩解，你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北大东岛装雷达，也装弹药库，然后在南边奄美大岛跟琉球群岛一直到石环岛，你都在部署飞弹，也部署雷达，你想干什么？这是典型的不是你日本防卫自卫所需啊！因为石垣岛、奄美大岛、琉球的这边都是砍制到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你完全想封掉中国大陆解放军出海的路吗？这是他的军事部署不断的在增强。第二个有关核武的问题，大概日本的极右派都希望拥有核武，因为他自己觉得面对的3大敌国，包含俄罗斯有核武，全世界最多的核弹，朝鲜有核武，中国有核武，他觉得没有核武他不安全。但是你不管再怎么申请，美国不会答应你的，因为美国当年麦克阿瑟
等于是殖民你日本政府以后，一直是牢牢控制了日本。到后来日本经济很发达的时候，全世界买资产，连美国的 Times Square 都要买。所以美国也发现你这样搞，就来一个广场协议，就把你的日本的经济打得30年的泡沫化。所以日本是完全被美国牢牢控制。美国为什么不答应给你核武？你现在美国唯一掌握的就是你要的是美国的核子保护伞。我把核子给你了，你还需要我这个保护伞？你日本还能听我调度吗？所以美国牢牢的抓到这个保命符是不会放的。所以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既然你日本朝野都讲我们需要核武，结果美国很幽默来一句话：你是无核的模范国啊！当年朝鲜开始要搞核武的时候，你不是发动每个国家一起来禁止朝鲜发动核武器吗？所以这个话讲下来，让你日本，你不是自己打脸吗？你当初赞成是无核嘛？那你现在自己要搞核行吗？所以我们看了，日本是有军国复辟军国主义的趋势，而不是光讲讲就算。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严厉的指责跟抗议呢？你摆明了就是在威胁中国嘛。你的这个导弹可以飞到1000多公里，那换句话说，中国的附属区上海、福建、杭州，通通在你射程之内。第二个就是试探，辽宁舰在这边演习，已经早就公告我在多少纬度、经度之内，我要做什么样的演习。那你派一个电侦机来看看也就算了，你搞个12架 F2， 还来做一个模拟攻击辽宁号的这个动作，你不是找死吗？因为你又不是逆中飞机，你的航速又慢，那055上面各种的反舰的飞弹多得很，你没有这个隐身效果的话，锁定就是死路一条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啊，日本现在是蠢蠢欲动。那美国是看到日本是我手上一个可用的棋子，但是这段时间不容许出乱子，出乱子的话影响我跟川普的谈话。但美国是不在乎这个事，但是中国很在乎，因为你这个军国主义的部署啊，迟早会引起中国的这个不安嘛。你这个飞弹部署，你不是威胁我的经济区？虽然我有拦截系统，但是百密一疏，进来一颗怎么办？所以现在中国想尽办法要压抑这个日本右派，刚好日本左派里面也有人起来责问高市小苗，但是这个问题是中国在看你政治的内部你能撑多久，因为你的给美国的这个军援款、军售钱跟投资的钱，让日本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看你能熬多久。这次大陆方面大使，我们看起来他是已经有前面的例子，所以他这是很谨慎哈，还提早自己先公布了。我们不只是有公布公开的演训区，而且我还有跟你们对话，军方对话的记录跟你们回应说收到了的内容。结果日本照样有这12架去飞行，被认为是挑衅，当然也是很合理的。对，这个日本从它的这个行事风格啊，真是从这个上个19世纪开始就没有变。他就是要制造一个事件，要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支点，作为一个借口，然后他现在在联合国告状，他现在在美国告状，也就是说，事实上，你说高市早苗他在国会里面演讲，就是首次啊，就是说对中国大陆实行武力威胁，口头的武力威胁啊，那他要扳回一城，不是说照中国大陆讲收回他的错误言论。他就制造另外一个事情，他说：“你看，大陆在我的这个周边水域啊，这个都是公海了，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那么实行演训的时候，他这个对我对日本的这个自卫队采取不友善的一种侵略，他没有说侵略行为是不友善的，因为这是发生在他家附近。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些现在的国际海洋法公也讲得很清楚啊，对。”你国家能够行使完全主权只有12海里的公海之内，24海里的12到24这个叫临街区，你只能行使公务权，你没有主权。
那这个问题，中国大陆整个它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东面水域啊，这个离日本的本土、离日本的领土都有相当的距离，是在公海上。可是这种就是说，在公海上的任何的军事演习的话，你一定要广释通告。如果有通告的话，事实上没有违反任何既有的国际规定跟惯例。那中国大陆也做了啦，因为问题就是说，小泉做的那个清晨2点钟的那一个记者会的时候，意思是说中国大陆是突发的，没有任何的通知。结果中国大陆把录音公布以后，他又说不是啊，他是有公布，可是呢没有讲得很清楚。那这个怎么会没有讲得很清楚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整个就是日本就是主动要挑起这件事情，操作这件事情。最近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他就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反而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恶人先告状，他就要制造这个事端。然后呢，现在他也在跟美国在喊啊。对，所以就变成这个，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外交上啊，他常常就是怎么样，找一个理由，他就要反手为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的话，基本上其实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日本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们现在讲的，就是再武装化。这个再武装，这个非核三原则，这已经是既定要做的啊。因为他们这个事实上的话，高市早苗已经公开讲了，他们希望就是说在第一个不制造不生产，不拥有不生产不制造，第3点，所谓非核的话就是说不引进，他们现在想要引进，引进这个不管你是美国的还是哪一国的，他想引进这个东西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可是他已经在核子武器上向前迈进一步。那其他不要说了，他这个所有在琉球群岛的各种加强部署，而且都有什么？都有飞弹部队在里面，雷达部队以外还有飞弹部队以外。另外一方面，日本最近正在考虑把它不能向外销售攻击性武器的这个规定也正在放宽中。也就是说，今后它可以对任何国家销售什么，就外销它的攻击性武器。所以日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呢，他在做的时候呢，他又要怎么样？要把责任归咎给对方。把责任归咎给对方，所以我觉得现在日本是全方位的快速增加自己的武力。可是这个回过头来就变成，我一直认为啦，就美国对日本事实上看起来是保护日本，另外一块是严加看管。日本有5万多美军，你不要以为都是在保护美国，在日本也是看管日本。那日本要拥有核武的话，我觉得最难过的那一关就是美国。美国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听得懂，看着办啊。就是说你要跟我一起来搞核不扩散，而且日本基本上要搞核武的话，你第一个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哦。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有核武，他们都没有签这个联合国的核不扩散协议哦。朝鲜事实上在2023年它是退出核不散款，它才搞核武的。所以你日本今天想搞核武，第一个你要退出这个条约，看你要不要退出。你退出以后，看别的国家怎么反应吧，然后看看美国准不准他吧。好，聂老师在日本有蛮多投资，我们都知道哦。所以以这次日中的冲突跟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丝毫现在还是没有降温的意思。当然，内部的经济的各种挑战也是非常严峻。OK， 我觉得其实日本所做的很多动作啊，我会想到台湾也有做很多类似动作，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产生，叫做中国太强了，它的压力给了这两边太大了，所以两边都想要多花钱，再多有更武器化也好，或者更国防加强也好，所以都会有非常多这样的一种动作会出来。好，那我先再呼吁刚才前面2位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如果犹记得1937年的1937年的这个卢沟桥事件啊，那为什么会他们要这个开始这个做侵华动作？我相信这个非常威龙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制造几个兵到了对方说，我们士兵失踪了。所有的对方的，就是善良的中国版根本都不知道这种事情，他就说，我们就是失踪了，我们要打。那个时候的日本，当然他师出有名就打了。现在他一样要做这样的动作，也就是实体和程序上，他程序上不一定符合，但实体他要做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他就是要做一些
一些不管是模糊空间，不管歼15来了，这个 F15也上来了，现在这个所以这个挑衅这个辽宁舰的做法也是一样，我觉得他们出来就是做什么，这一次已经不是直接攻，因为他没有这个力量，就是要做认知战、文宣战，告诉全世界说我们现在受到了对方的压制，你们要来帮我。当然，我刚刚讲程序实体这个问题，就讲到核武了，所以他要再武器化，那这个呢，一个国家想要保护自己，这在所难免，这叫实体。可是他的无核三原则过去就是这样，他以前是一个战败国，他就是只能有 National Guard 是一个防御性的部队，他现在动不动就要再武器化，甚至要把防御部队变成攻击化的部队。这个东西说不好听点，这个从战后到现在，整个国际形势都不是这样容许他的。因此，他即便想要排除，你看他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回应当然就是轻描淡写的，也就是打一下脸，告诉他说。讲了一些好话，说，你的这个核军的背后的控制领域真的很强，但是人家不会想要支持你，因为说不好听，这个在程序上你是不符的。那当然最后讲到，昨天讲到在日本的投资，当然最近我比较想谈的，其实这个里面有提到这个日银又升了一码了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从1995年那时候是0.5，后来呢是零利率了20年，但是大家知道去年突破了这个所谓的2020年开始就走这个他们的升息之风，因为他们的通膨的确产生。那我们都知道，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利率还是6%，这个一下来失落30年，就是从利率来看的。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利息降下去之后呢，当然对一个经济是有正有负了哈。各位可以看到，去年那一次一降，它的这个汇率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就从我财经角度来讲一下，就马上就升值了7%多哦，在2个礼拜内。那这次呢，我觉得短暂之中也会让它有所升值。然后呢，随着利差交易啊，因为美国现在走降息风，它走升息风，虽然还是有一样的利差，但是我们讲说是有阶段性的部分钱就会回流，它还会再走升值。但升值对一个国家是好是坏呢？那日本现在碰到了通膨的现象，那日本的经济呢并不是这么的好，当然它观光还不错。当然观光现在有中日的冲突之后，日本当然会在旅游上有一些限缩，让它的观光会有点 drop down。那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它升值的时候，它的东西又更不好卖，这个经济将来在 B 3口又会出现问题。所以当然您刚刚说我在那边投资，我也会担心它经济越来越糟了。好，那么来看看台湾过去地理位置上面，亚太营运中心常常是很多的大计划里面被称呼，很期待的。但现在呢，看到了海南的自贸区，这个自贸港一成立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了，它的面积之大，涵盖的范围之广，一开始真的封关之后，所谓的封关就是成为一个全面的免税的岛屿，离岛免税购物金额立刻标了个金额叫做1.6亿元人民币，哇，直接上涨了61%，购物人潮多少？248万人次。海南封关之后，大马进口榴莲1小时抢空，为什么？便宜啊，几乎是半价进到了这个地区，1.5万吨1小时抢光光。那么中国大陆最大的自贸港，当然对于周边国家，新加坡对台湾来讲，几乎都是重击了。海南本身呢是中国大陆的第2大岛，最大的经济特区，现在要连自己内部的上海、广东这里自贸区都可以打败了嘛？那当中对于周边国家、国际航运、海口这里的影响非常的大，而且还不只是经济、海运，还有根据金融甚至文化的冲击跟影响，这个所谓南繁矽谷、航空、低空经济等等现在2024海南的 GDP 是3.3兆台币，指望接下来未来可能会扣关更高，所以单当经济实力增加之后，未来它这里的影响力跟建设自然就会更大，尤其是往北往这个杨浦港连接起来看，立刻你光新加坡、雅加达、马来西亚，更不用台湾所影响的替代性跟取代性非常的惊人，因为光这里有65条的国际航线，覆盖了北美、南美、东南亚。那所有的港口，如果我们要来盖，或者举个例子如果光是要进澳洲的牛肉就好了，他们透过杨浦港出现，改变了货运路线之后，直接在这里进行加工，就可以增值直接30%，然后再卖到网上中国大陆的市场，免关税。所以一个标准货柜的牛肉呢，省下了12万人民币的关税，赚锅炉费，赚加工费，所以这种钱的流动速度很快。在这个报道里面特别讲，自贸账户以前过去2天才能到，现在2到3小时就能够到达，钱动得快。
快，货物畅流也更快的时候，影响更大。更可怕的还是有文化的竞争力。第7届海南岛的国际电影节刚刚才落幕啊，因为这里市场大呀，吸引了全球119部电影，4000个国家，4564部电影去参展哦。连《阿凡达3》都首映在中国的海南，影响之大，当然也变成一个国际文化的交流平台。而川普还在国内宣扬自己我250周年有多厉害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同时，他还要举办一个爱国者运动会。他特别宣布，在250周年国庆这一天，我们要在各州各地区都派1男1女的运动员来参赛，大家立刻想起什么？饥饿游戏，要挑男生女生被迫生死搏斗，这个变成是美国版对于川普来讲所谓的繁荣跟爱国吗？但关税期间，印度直接对华的出口激增33%，全球都一样。那么中国也3度降低从欧盟进口猪肉的关税，对于欧洲对于中国大陆过去抵抗的态度来讲，现在也完全不一样。到底孤立了谁？是不是只有美国自己呢？将军，首先啊，我要讲开发海南岛啊，这个大招出人意料之外，而这个影响之大，我们不可限量。我想开发海南有几个基本的诱因。第一个，不是全世界都在封锁中国大陆吗？外资撤出吗？他把海南岛开发，你免税30%免税，这个就造成投资的要不要进来？你美国不批评他，中国大陆不透明、不自由，海南岛完全给你开放一个自由贸易区，零关税。那零关税怎么来呢？你只要在我这边加工增值了，你比如说牛肉来了，做了牛肉罐头，当然比牛肉本钱要高嘛，对不对？你铁矿砂进来，我建个炼钢厂，钢成品是不是比矿砂要贵？汽油、石油进来变汽油，是不是贵？所以它会引到很多行业到这边来投资，干嘛？要开厂嘛，你有加工才会有免税嘛。那为什么选海南岛呢？旁边是丁陵洋、琼海，海南岛跟大陆中间有一个海峡，它封关封在哪里？封在大陆。你这边产品能够达到增值30%，就免税进去。免税进去对中国大陆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大陆要增加内需啊，你外循环被美国在那里捣蛋，我内需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吧？那这个免税商品进去以后，到中国大陆人民就可以消费，可以降低啊，交低就更敢花钱嘛，东西变便宜了嘛。所以你看它还有一个它的地理位置很可怕，它刚好是太平洋这个亚洲跟欧洲的中间站，这个中间站。哪家航空公司都希望在这边设立维修站呢？因为你进口的维修零件，经过维修加工以后，飞机修好了，是不是又便宜了？那航空公司要不要进来？好，这些东西都进来了，银行要不要进来？银行进来了，商场要不要进来？再加上它这边的气候温暖，旅游业要进来，帆船业要进来，因为它的面积够大。可以容纳这么多工厂、公司、行号在这边开业，这是多美好的一个计划！我们从来就没想到，这个海南岛当初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荒地啊。中国大陆从北方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边又开一个新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对大陆的贸易活动可是打的是强心针的不止啊。会刺激啊，所以将来这边也是一个慢慢变成取代了新加坡只能收买路钱，这边呢除了买路钱以外，还可以增加很多税收跟廉价的消费品，没有错。所以当美国在锁国的时候，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很难想象，现在在大陆的部分却在开放一个海南的全自由贸易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老师，你手机。其实大陆他们在这个处理这个地区发展还有贸易上面啊，真的很专业。他这个方法真的是很聪明。他不但繁荣了这个什么繁荣的海南岛，也繁荣了整个中国大陆。他最后的，如果他的这个所有的产品的那个最终消费者是中国大陆的话，
那一定是成本都下降。你知道最近这个西方国家真的蛮厉害的啊，真的抹黑都是第一名的。Financial Times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虽然 Financial Times 现在老板是日本人啊，写一篇文章，他说中国使贸易变成不可能，为什么？他说啊，中国大陆现在什么都自己生产，哎，到了最后以后呢，你只能跟中国大陆买东西，你不能卖东西给他。哎，这个对中国大陆事实上是很大的一个指控啊。其实中国大陆事实上它是很大的一个外销国家，可是它的进口也非常的大，很多啊。而且中国大陆为了免得像这种 Financial Times 这种污名法啊，说中国大陆使贸易变成不可能，那中国大陆还办进口博览会，你知不知道？对啊，上个月还在上海办，热闹。哇，让世界各国到中国大陆来推销产品。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东西呢，没有什么来的更具什么说服力，就是说你进口东西我通通不收关税。像川普什么都收关税，现在中国大陆就不收关税，可你能全面做吗？又不行。那又不能全面做的话，他就先找试点。那海南岛就适合做这个。海南岛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自由港啊，比如说新加坡就是免税的。对呀，它的强项现在要被取代了。香港也是免税哦，香港也是进出全免关税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阿布达比啊，什么也都在学，可是规模跟这个海南岛不能比，没有福地，没有福地，工厂不能加工，就没有免税。我告诉你，海南岛跟我们台湾更大，位置也大，跟我们台湾只差1000平方公里，对3.5万平方公里，多大人口1000多万人，所以它是一个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呢，他现在就是说，刚刚那个将军讲的，你现在你免税进了海南岛，可是你要进中国大陆本土的话，你要在海南岛增值30%制造。意思就是说，你在这边很容易嘛，比如说你搞石化业，你原油进来通通免税，那当然能源本来就是税比较低的，那你还有一些初级加工业，对不对？你食品，你进口黄豆，你在那边搞成豆浆卖进去，你只要增值30%，也就免税了。那你如果直接从中国大陆其他港口进去，你就有30%的关税啊。那所以中国大陆消费者就受惠那个，海南岛也发展起来，中国大陆消费者也买到便宜的内需的产品。然后呢，别的国家要收着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再说，你让贸易不可能，人家都通通免税了。没有错。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个闷声发大。我觉得台湾很可惜啊。其实台湾曾经有一次，就是在马英九那个时代，跟对陆要对接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自由经济区。对呀，我们的自由经济区就像过去这个60年代出口加工区一样，其实可以由小放大，成流败退。但有一对反中的声浪，让我们的经济之爱，说实在的，中国是学到台湾这一招。